所以这几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可以说是危机不断，除了房价暴跌，房地产巨头公司纷纷宣告破产，很多民众也被逼上绝路，这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国房地产危机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最近这几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都不太景气。从2020年到2023年，整体房市的价值蒸发了数十兆元的人民币。根据最新的统计，2023年中国房地产业的亏损超过了1000亿元。即使像在上海这种经济发达的城市，一些住宅的房价也比之前最高点时跌了25%，深圳的一些住宅甚至跌了超过60%。那如果是有点研究的人，可能知道，过去20年中国整体房价也跟台湾一样涨得非常的可怕，年轻人赚钱的速度跟不上，纷纷躺平。但中国这一波突然的暴跌，似乎又带来了其他新的问题。比如说，去年恒大碧桂园这样的超大型房地产开发商，因为被爆出了资金链的问题，留下了大量的烂尾楼。很多人之前用毕生积蓄，终于凑到了头期款，买到预售屋，结果破产的开发商呢却跑路了，大家拿不到房子，也退不了钱，决定站出来抗议，却被警察当作闹事而拘留。短短4年的时间中国的房价是怎么样突然暴跌的？中国政府用什么样的方式打房？面对这一波浪潮，民众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正在寻找工作机会吗？那就不要错过接下来的招募资讯了。除了经营志奇七七频道，我们简讯设计还横跨了动画制作、网站设计、社群行销、线上课程、幼教绘本等多项领域。团队当中更有许多厉害的专业工作者。现在我们想要招募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团队，一起前进。这边也分享一下我们公司正职同事们普遍都很喜欢的3大福利制度。第一，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五，大家一起放福利假。第二，可以弹性的选择居家远距办公，让你省去大量的通勤时间。第三，你可以自己调整上下班的时间点，打造最舒适的工作节奏。那除了正职职缺我们也还有各种兼职接案的工作机会哦。如果你有兴趣，那就赶快到资讯栏点击链接，看看详细的职缺内容吧。在1990年代末之前呢，中国实施住房分配制，住宅都是由公司分配给员工，只要付少量租金就能够住到分配的房子。而到了1998年，住房分配制度取消，房子变成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从那之后，中国房价就开始一路飙升。当年上海的房价平均每平3万台币，20年之后暴涨到了每平50万台币，足足翻了将近16倍。这除了和中国经济发展有关，炒房客也是关键的角色。像是炒遍中国的温州炒房团，人称走到哪房价就涨到哪。据说他们在几年内就在北京与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当中投入了1000亿的人民币。而现在呢，中国的房地产业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核心产业。2000年房地产业占总体 GDP 的比例是 4.1%， 到了2020年已经拉高到了 7.3%。如果再算入房地产相关的上下游产业，这个比重甚至超过了 20%。但是这样子人人看好的房地产业呢，却在最近几年露出了疲态。2020年之后，中国的房地产业突然开始降温。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在疫情期间实施了严格的病例清零政策，导致经济发展停滞，所以民众对于市场没有信心，不敢在疫情期间花大钱买房还有投资。那刚刚我们有说到，疫情爆发之后，中国房市蒸发了数十兆元的人民币，尤其在经济相对没有那么发达的3、4线城市，房价还跌得更加的严重。像是黑龙江省的鹤岗因为当地的经济不好，人口外流严重，房价持续低迷，现在只要20万台币就能够在那边买到一间大约25平房子。而且鹤岗还不是唯一的例子，有很多地方的房价正在崩盘，跌幅接近50%。不过有人认为除了疫情，房价下跌还有其他的原因，例如去年大型房地产开发商的接连破产，就给房地产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但像恒大这种公司呢，都是市值上百亿，怎么会说破产就破产呢？其实中国房地产的开发模式一直都不太健康，开发商长期仰赖着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3高模式。高负债呢，也就是开发商盖房子的钱呢，有 80% 甚至是 100% 是向银行借的。这个比例呢，比起美国的 57%、英国的 38% 要高出很多。再来是高杠杆，打个比方中国房地产的开发商呢自己出100万元，然后他们想办法融资，把本金变成2000万元之后再拿去投资。
这样的好处呢是回报率高，但同时如果投资失败，他们还本付息的压力也会大大增加。那为了生出更多的资金除了借贷，开发商呢也会常常让这个盖房子的承包商先自行掏腰包盖房，等到盖完之后再结算。而且开发商呢也常常会把刚收到的预售屋定金就立即的拿去投资新项目，这造成说他们需要高速的周转，资金链才不会断裂。那这个三高模式要顺利运行的前提就是房价要一直涨，房价持续涨，资金链才能够维持。但疫情开始之后，房价的上涨停滞，开发商赚钱根本还不了借贷，几个正在施工的建案呢整个停摆，民众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够盼到完工的那一天。不过造成这波破产危机的原因并不只有疫情而已，中国政府的政策或许也推了一把。我们刚刚提到呢，在疫情前中国房价是一路上涨，甚至涨到了一般人完全买不起。对此呢，2016年时，习近平开始大力打房，他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习大大一发话，地方的政府呢就相继的跟进，提出了各地的打房政策，针对民众的包含了像是限制购买第二间房，限制3年内呢售出新买的房，然后限制第二间房的这个贷款额度。那作为建商，政府也提出要限制新建案的售价，限制商用住房改用民用住房。这听起来感觉很严格但房价并没有立刻下跌，甚至呢还在2019年的时候再创新高。因为炒房的人总是能够找到方式钻漏洞，有些人呢为了投资甚至想出了假离婚的方式，先离婚获得购买第二间房的资格，买完后呢再回头结婚一次。而到了2020年呢，疫情已经让中国的房价降温了，但政府又继续的推出更严厉的3条红线。具体来说呢，他们规定开发商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 70%， 净负债率呢不得大于 100%。然后2020年，中国央行银保监会呢又宣布，以银行发布的个人与企业房地产贷款占比不得超过总发放贷款的 40%。这系列的融资紧缩的政策公布之后呢，房地产业彻底无法再依赖三高模式，纷纷陷入了资金周转的危机。不过到了这个节骨眼，中国政府似乎发现到房价下跌的状况超出了他们的掌控。2023年的下半年呢，中国房市持续的低迷。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决定再度的出手，南京、苏州、杭州这些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开始逐步的取消购房限制的政策，开放民众购买第二栋住宅，而融资的政策也有松绑。中国政府一改之前说的要严格限制贷款，松口说可以给信誉良好的企业白名单内的项目呢给予这个融资的支持。而这一次，他们想要救房价的态度，甚至可能还比之前更强硬，因为有些3、4线城市呢，就直接颁布了房价限跌令。例如湖南省岳阳市规定呢，中心城区新房销售时不得降价超过 15%。这些地方不买房呢，甚至还可能会变成恶意不买房。山东青岛呢，曾经公布通知，如果民众户头内呢有巨额存款却恶意不买房，就可能会被社区的官员约谈。那这一系列的政策真的能够激发民众的购房需求吗？这种结论可能很难。直接从数据来看到目前为止呢，鼓励买房的政策看起来还没有明显的效果。2024年1月的购屋成交量呢，依然比去年的同期少了 28%。许多民众表示呢，现在失业率上升，薪水也在下降，光是要保住工作不被裁员就不容易了，根本就不可能把钱用在买房这种高额投资上面。另外一方面，大城市的房子年轻人也仍旧买不起。拿北京来说好了，之前买一个30平的房子呢，可能要50年不吃不喝，现在虽然降价了，但也得不吃不喝个40年，一样是遥不可及。大城市房子买不起小城市的房子却没有人要。这些地方呢，虽然房价低，但因为就业机会少，配套设备呢不齐全，难以吸引民众过去买房。新的建案卖不出去，之前炒房族买的住宅也没有人要接手。3、4线城市呢，开始出现了大量空置的住宅，一些地方闲置率达到了 50%， 像是鄂尔多斯康巴新区、天津金鸡新城等地呢，因为人烟稀少，甚至还被称为是鬼城。在进入观念以前呢，我们先特别的感谢这几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一开始我们看到房价下跌时呢，会想说，那不是好事吗？民众终于可以买得起房了。但看完中国的案例又或者说，如果是以中国政府的方式来打房，那事情就不会像想的那么简单。就账面上来看呢，中国前几年的打房政策强硬，而且快又有效，不只制裁了炒房仔，还让超有钱的公司们踢到铁板。但同时呢，房地产业的崩盘影响到了整体的国家经济，房价是下去了，但一般民众手里的钱也跟着减少。
有钱或有能力的人，前几年就纷纷润出中国，剩下的人呢，同样留在国内面对这些变故，一样苦哈哈。这就让我们在思考，究竟问题出在哪？那么观察是呢，中国整体房地产政策看起来都像是上面的人突然决定，然后下面的人跟着执行，而且为了立即见效，地方又会加码提出更多激进的手段。整个过程呢，似乎缺乏了深入的研究或协商。一开始房价狂飙，政府没有引起警觉，一直让开发商轻松贷款、大量融资。发现房价过高时呢，没有先处理经济结构的问题，就直接摆出了超严格的限制。而现在陷入危机，又祭出了更严格的限制，结果最受伤的还是民众。不但人就买不起房子，工作薪水还变低，有些之前忍痛买房的人呢，买到了交不了屋的烂尾楼，毕生积蓄还直接变成了废纸，而且还是拿不回来的那一种。那假设这一次中国真的没有办法再掩盖住危机，民怨越滚越大，我们也担心中国政府可能会选择更激进的手段来处理。那当然，后续会怎么样发展，目前还很难说，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好的，那最后呢，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觉得中国能够度过这次的房地产危机吗？难道习近平应该会再加强控管，让大家不得不买房？不能哦，房地产有它自己的经济规律，政府干预只会造成悲剧。所以短期内好不起来哦，但买房是刚需，长期房价应该还是会上涨啦。你不知道，但我希望呢，台湾房价也来暴跌一波。一起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中国的房地产危机。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中国房地产巨商恒大为什么会破产，以及台湾的烂尾楼问题。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